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姐姐，母后给你挑了门好亲事，平南大将军独孤谋。我已嫁作人妇，我丈夫叫秦，他是朝廷命官。齐玉，是那个书呆子吗？我本是孤女，长于乡野，与齐玉结为夫妻。他成为知县那年，一群侍卫找到我，说我是皇帝流落民间的公主。老皇帝病重，急召我回宫。只是这一回，竟是噩梦的开始。把他们带走。跟我们走。妇儿。齐玉，我看上他了。至于你肚子里那个野种，喂药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妇儿，我的孩子！妇儿，妇儿！妇儿，我们的孩子！季云父，你既然回宫了，就是皇家的人，替皇上稳住独孤谋和他那30万大军，是你身为公主的职责。你明白吗？你弃了他，跟本宫如何？季云父，齐儿看上你的驸马，你劝他，让他从了齐儿，也少受些皮肉之苦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唯有季云父。从来就没有人敢拒绝本宫，你找死！来人！啊！啊！齐月，不要啊！齐月，不要啊！不要！母后，公主，我和齐玉自愿离宫，荣枯复返，还请母后和公主饶过齐玉，饶过他吧。季云父，你记住，齐玉是你害死的。不要！早知道就不回这吃人的皇宫了。这么快就死了，真没意思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为何要为了这个家伙帮他？若你不喜欢我，当初何必召我回来？当年青天剑说你是灾星下世，哼，是我把你扔出去的，怕你会克死身边的人。但是先帝临终前非要把你召回来，如今我千辛万苦让你皇兄坐上这把龙椅，
所以不管是谁，任何人还是任何事，都不能干扰他。是啊，既然姐姐有着克夫的本事，把你嫁给独孤谋，顺便把他也克死，正好替皇帝哥哥巩固江山。哀家累了，把这里打扫干净。我扶母后回去。还是你乖。我要去找皇兄，讨个公道。皇兄，见云起悄悄驸马，滥用私刑，害死朝廷举子，还请皇兄为我主持公道。不过死个人而已。以后不要让这种污秽的东西沾染你分毫。皇兄，我自己来吧，你我毕竟是兄妹。你我只是名义上的兄妹，我们做什么都没关系。皇兄，求皇兄为我主持公道，求皇兄为我主持公道。惊扰琪儿。将军，皇上已赐婚你与傅公主，明日该起身回京了。傅公主身边有太后亲信崔嬷嬷，另有4名引线混入仆役。知道了。祁煜之死的详细卷宗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确实见云起下令虐杀，太后默许，心地旁观，祁煜至死未屈。是个硬骨头，不过可惜了。继续盯着，尤其注意他与靳云奇的往来，事无巨细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将军，这位公主我们如何处置？我要先看看她的能力，如果是个不堪用的，就像前3个塞过来的新娘一样，悄悄处理。听说了吗？那位活阎王独孤将军要回来了。听说他克妻，前面3个未婚妻没一个活成的。
原本陛下是想把将军许给齐公主，但是公主不愿意，所以呀，才找了那位来当替死鬼。独孤某，我朝最忌惮的便是独孤家。独孤某手握30万大军，据西戎，平南蛮，功高震主啊！独孤某，他们怕你，那我就借你这把最利的刀，屠尽这些魑魅魍魉。父皇子嗣单薄，除我之外，唯有新帝一子。我若想报仇，我应要颠覆这皇权。公主，吉时不等人。太后命老奴提醒您，身为皇家的纽带，要牢牢拴住独孤谋。为了您自己这条命，今日这场大婚必须圆满。公主不必紧张，放下你袖中的匕首。末将的命，还不打算交代在新婚之夜。宫里来的嬷嬷没有教给你规矩吗？替嫁，是想着怎么替你的新帝哥哥监视我？还是想着怎么毒死我？将军既然已知我是替嫁，那便也应该知道，我与宫里那几位仇深似海。你们之间的分歧，与我何干？那我若是今日死在这里呢？将军该如何向宫里交代？刚过门的公主突然暴毙，你说皇帝会不会趁机要你独孤家的命？威胁我？谈交易。凭什么？凭我知道将军功高震主，太后和皇上早已将你视为眼中钉。凭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名正言顺接近你，而你杀了又会惹来大麻烦的人。更凭我是这个世上最想让他们死的人。说说看，什么交易？将军需要自保，而我需要报仇。将军手握重兵，却缺一个在朝堂名正言顺发声、搅乱这趟浑水的人。而我，这个被他们塞过来的公主，便是你最好的棋子。哼。棋子，你也配呀？我如何信你不是双面细作？
若是将军不信的话，现在我已烙上独孤家军的符号。今日我缙云父在此立誓，誓死诛杀皇帝一家。有违此事，我死去的夫君和孩子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想怎么做？第一，我要皇帝身败名裂；第二，分裂朝堂势力，尽收你我囊中；第三，我乃是先皇之女，成为新帝，名正言顺。你想自己上位？有野心。谁坐在那个位置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将皇帝、太后和缙云旗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。届时将军有拥立之功，可换独孤家百年无忧，不是吗？好，我暂且看看你这枚棋子有多大能耐。第一步，你待如何？3日后回门，将军随我回宫。只是到了宫里，还需将军演一场戏。你想怎么做？将军息怒啊！我刚消沉，等我身体恢复好之后，便能释放你。将军，不要啊！贱人，要你有何用啊？这就是你的计谋。将军，我可以是皇兄手里的刀，但绝不能是你的盟友。好，本将军倒要看看，你这枚棋子能布出什么局。不过，若是你在宫里出了岔子，本将军可不会救你。不饮愁血，不负黄泉。将军，今日回门已按照您的吩咐，在齐公主殿内伺候。您对这傅公主似乎……缙云旗性格暴虐，今日必定会发难。现在还不知道缙云父这颗棋子是否有用，先别杀了他。是。还不打开！本将军今日回门，可不是站在这里吹风的。是。
这就是平南大将军，不是说他长得像钟馗吗？长得这般英俊潇洒，还磨叽什么？看来那个贱人过得并不如意。独孤谋参见陛下。臣妹参见皇兄。平身，爱卿一路辛苦了，朕正有边关要务要与你商议。姐姐，母后要见你，随我来吧。贱人，你倒是好福气，能嫁给独孤将军这样的人物。我也是残花败柳，且将军待我并不好，哪来什么福气？你这张脸，男人看久了，没有不会不心动的。为保万全，来人，拿刀来！来人，拿刀来！从前姐姐这张脸，就勾着祁煜死心塌地，如今又站着独孤将军，留着确实碍眼。公主饶命，将军心里没我。昨儿还因为伺候不周动了手，若是公主现在划伤我，反倒会让将军觉得公主容不下人，落个善妒的名声。你倒会狡辩，可惜本宫从来都不在乎什么名声。那你公主的位置呢？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是独孤谋的妻子，皇兄和母后一向忌惮她。若是此时我受了伤，她便有理由造反，届时公主之位、皇兄宝座皆不保。我不杀你，不代表本宫怕了独孤谋。你别忘了，祁煜是怎么死的，敢耍花样，犹如此放。公主放心，我不过是一枚提嫁的妻子，还望公主容我苟活。昨日将军对你动手，是因为你粗笨，还是因为他心里有别人？将军心里似乎住着人。昨夜醉酒时，一直喊着苏小姐、婉儿什么的。难道是苏丞相、苏顺嫡长女苏婉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本宫想要的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苏婉儿不过是丞相之女，也配跟本宫争？这把火烧到苏家，
就等于亲手将文官集团推到我手里。将军，对我今日的表现，可还满意？他竟看穿我的试探。静云父，你比我想的更敏锐，远超我的预计。不仅成功自保，还祸水东引。只是为何你要引向苏家？新帝继位，与老臣尚处磨合期，此时借晋云旗之手打压苏家，便是皇家打压苏家。届时，新帝与老臣自会离心。此计甚妙。好，我答应与你合作。独孤谋，你不讲盟友道义，我们的合作就此取消。你什么意思？将军以为合作只看能不能成事便够了吗？公主饶命！晋云父，如果你不能自救，就不配做我的盟友。你今日一直站在寝殿外面，应该听得很清楚吧？你要看我有没有能力自保，看我有没有资格做你的盟友，所以你一直站在外面，等我证明自己。可惜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只看重利益价值的人。你这次能跟我合作，明日便会因为更大的利益把我推出去。今日并非我有意冷眼旁落，我独孤家有30万将士，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善念，断送了所有人的性命。这一点，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现在让你急，将来你才会更听我的安排。现在让你急，将来你才会更听我的安排。毕竟一个心怀愧疚的盟友，总比一个只算利益的合作者好用得多。晋云父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提出来，只要我能做到。齐月，若是遇到强敌谈条件，应该怎么应对啊？事已必至，理之固然。为晋者，能为天下正。与人博弈，切忌先露心机。谁先开口所求，谁就先落下风。将军，你还是先想清楚，若是下次再遇到今日之事，是会选利益，还是选人？若是将军想清楚了，再来找我。晋云父，有点意思啊。将军，宫里传来消息，陛下软禁了苏丞相。新帝登基不足数月，就已经做了多件罢黜百官、软禁朝堂的荒唐之事。陛下下旨查苏家，丞相在府中闭门不出，不少老臣都在观望，但都无人敢出面求情。
将军还是先想清楚，若是下次再遇到今日之事，是会选利益，还是选人？看来他已经开始行动。站住！奉陛下旨意，苏府闭门思过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本宫奉太后懿旨，特来探望丞相。哼，你一个刚回宫不受宠的公主，哪来的懿旨？也配跟爷叫板？那我配不配啊？天凉了，着急出门，也要记得穿厚衣服。让开！将军息怒，末将奉命行事，没有陛下的手谕，谁也不能进啊！这一剑下去，你人头落地，我的人会立刻接管这里。你可以赌，是太后的懿旨先到，还是我的剑先到？将军，公主，请，但还请快些。开门。果然来了，比我想的要快。独孤将军，公主，此时到访可是来看老夫笑话的。相爷说笑了，晚辈此次前来，是给相爷和苏小姐指一条明路。哦，正是。金云旗因妒生恨，陛下借此打压相爷，无非是要杀鸡儆猴，收回权柄。若是相爷此时硬抗，轻则削职罢官，重则赔上满门。金云父，独孤谋，你们是真有胆魄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你是何意啊？你是何意呀？不如以退为进，相爷主动上表，以年老体衰、教女无方为由，请辞中书要职，只挂虚衔。你是让老夫将权力拱手相让？明哲保身，方能伺机而动。陛下想要的是面子，相爷给他面子，陛下便不会再下死手。只要人在，门生故旧也在，相爷何愁无权？可是小女恰恰得罪的是纪宁琪，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谁能逃得掉啊？苏小姐可暂时离京，或者称病不出，避开风头，待他日乾坤明朗，自有归来之时。何为乾坤明朗？丞相乃3朝元老，当知这天下为有德者居之，先帝血脉，如今可不止殿上一人。此女竟真有夺位之心，且与独孤谋联手，一文一武，倒真有几分胜算。只是女子称帝，闻所未闻，老夫需要时间考虑。这苏顺还在观望，不急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下注。时间不多，还请相爷早做决断。告辞。爹，您此番故意示弱，被困府中却不急不躁，难道早就在等他们来？不错，陛下屡次软禁，
搓磨老臣，无非就是在试探我的底线，逼我站队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做一个请君入瓮的瓮。我倒要看看这满朝文武还有谁能谁敢做这个入瓮之人。既然他们来了，且所言颇有胆魄，那方才爹爹为何不顺势应下，共商大计？光有魄力跟勇气远远不够，拥立女帝无异于逆天改命，要有破局之能，定鼎之力。他已入局，这只是他的第一关，而为父要看的是他如何在一条死路找出一条活路，乃至通天之路。小心。捂着。苏顺心已动，但仍在观望。他同你一样，在观望，看我的价值。对不起，我想好了，与你合作，并肩作战，绝不抛弃队友。陈教。金云父，金云父，马车快！将军，夫人刚刚小产，身体虚弱，加上前几日劳作，要好好休息，多下进补才行啊。多谢。告辞。为了复仇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值得吗？齐月，你别走，别走。缙云父，你梦里喊的还是他。我刚刚在做什么？不可！你知道吗？每次你叫我的时候，我都更加的兴奋。陛下，不好了！独孤将军和副公主硬闯苏府，御林军拦不住。那不如借机杀了二人。传旨，太后到！皇帝，独孤谋不能动，先帝在的时候都动不得他，更何况他手握30万大军，造起反来对我们很不利，我们只能徐徐图之。
这是苏顺请辞的奏章。好，太好了！苏顺只保留太师虚衔，中书事务交由张侍郎打理。苏相虽退，余威犹在，这朝堂还是要好好清洗一下的。母后，我想要一个伴读。谁呀？苏丞相嫡长女苏婉儿。母后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苏婉儿是丞相之女，苏顺在朝堂上的地位颇深，你不可乱来，更不能闹出人命来。那静云父还是公主，不也一样被我折辱？她丈夫还有那未出世的孩子，不也都被我弄死？静云父虽是公主，她生长在野外，无权无势，死了也无所谓。母后，既然琪儿喜欢，做的隐秘些便是了。拿去玩吧。谢皇兄。苏婉儿敢跟我抢男人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母后，为何打儿臣？你与皇帝是兄妹，理应避嫌。今日打你，是让你放规矩些，不可破坏婉儿的名声，明白吗？是，儿臣知道了。希望你知道，否则母后有的是办法让你懂规矩。可惜太晚了，皇帝已答应封我为皇后，我再不需要依靠你而生存在这后宫。苏姐姐醒啦，公主。京城都说苏家大小姐才貌双全，连独孤将军都对你念念不忘呢。咱们今天玩个游戏吧，你藏，我找。若是被我找到了，我是丞相之女，你怎么敢？啊！嘘，找到一次，断你一只，公平吧？我数到100，苏姐姐，快跑哦！1、2、3、4。老爷，老爷，快讲！老爷，庄子那边来消息了，小姐的车驾在西夏岭遭山匪劫持，车夫和小何受伤昏迷，小姐不知所踪。什么？什么？西霞岭？那里10几年都很太平，何来土匪？老奴也觉得蹊跷，已派人去查，但那伙人手脚干净，没留活口，也没索要赎金。唉，这是冲着我苏家来的呀！明知是丞相之女，却不要钱财，不怕我查，更不怕我报官。老爷，您是说靳云奇白天才叫婉儿去给他做陪读，晚上婉儿就失踪了，好狠呐！备车，去将军府。是。苏顺这老狐狸终于要下注了吗？
婉儿定是被姬云奇掳走的。那条路多少年都没有出过匪患，劫持者目标明确，训练有素，这是杀人灭口的作为。他一向如此。苏小姐现在还活着，是因为靳云奇还没玩够。苏相，救苏小姐容易，但是想让苏小姐长命百岁，难。老夫今日前来，只有一问：公主与将军是否真有心肃清朝纲，还天下一个清明？丞相有话不妨直说。救出婉儿，苏家愿与二位同盟。老夫我愿倾尽门生救故之力，助公主正位。人我可以救，但是需要丞相与将军配合。救苏婉儿只是开始。将军，明日副公主要进宫，恐怕会出事。把雨薇都调过去保护公主。可是雨薇是咱们最隐秘的暗卫，如果心地有株连之心，这是咱们最后的筹码呀。按我说的去办。缙云赋一定不能有事。苏姐姐，苏姐姐，别躲了。苏姐姐，你真会藏啊！可惜你身上的血腥味太浓了。找到你了。苏姐姐，你说我是先断你一根手指呢，还是直接断你一只手？不要！毕竟你这双手可是写了不少让独孤将军称赞的诗文呢。哭啊，哭大声点！我最喜欢听别人哭了，尤其是像你这种才女，哭起来声音一定特别的动人。还有你这张脸，这副身体，你说要是都毁了，独孤将军还会记得你吗？啊？即便杀了我，独孤某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找死啊！叫啊！大声叫啊！救命！这个院子里面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就算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你说，我是先砍你左手，还是右手，还是2只一起砍？公主，公主，宫中传话，副公主和独孤将军已经进宫了，此刻正在太后殿中。独孤谋来了，把他带回去，明日再问。母后，独孤将军呢？将军送我到宫门口，便去了书房面圣，说是陛下召见，商议军务。你耍我！琪儿，注意仪态。缙云赋突然进宫，必有蹊跷。
妹妹袖口怎会有血迹？方才杀了一只不听话的野狗，溅上的。晋元父，你既说要为我抄经祈福，那便去佛堂吧。是。崔嬷嬷，跟着伺候。是。独孤谋不在，也好，我先收拾苏婉儿那个贱人。我以为太后祈福之名进宫去救苏小姐，到时候还需要将军派人告诉金云琪，你也进宫，引她离开。苏小姐可暂时无恙，待我救出苏小姐后，丞相再在宫里派人接应。可你一人进宫，到时候怎么脱难？他们一定会知道是你救走了苏婉儿。我有证人。谁？崔嬷嬷。坐在这里，背对着门，记住，你就是我。是。啊！来人！救命！救命！公主，可恕奴婢。谁敢打扰本宫，就去领死！救命！救命！叫啊！大声叫啊！今天晚上我吩咐过了，谁也不许靠近这里。你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来人！来人！公主是在叫我们吗？应该是那位苏小姐吧。公主不是说了，谁进去谁领死，咱们还是好好在外面守着吧。人呢？嬷，齐公主出事了！啊！是你，一定是你害的我！晋云父，今夜你在做什么？
母后，今夜儿臣一直在佛堂为母后抄经祈福。你说，崔嬷嬷，母后让你看着我，你却睡着了。你说，若是母后和齐公主知道，嬷嬷可还记得3年前为母后梳头时弄疼母后的李嬷嬷？拖出去，杖毙！太后，太后，饶命啊！太后，大婆，母后为你话呢。回太后，齐公主、傅公主一直在佛堂抄经，未曾离开。母后，他说谎！皇兄，我的脸全都毁了。锦云父，你衣角上的血迹是从何而来呀？果然是你，是你害我毁容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凌迟！母后，儿臣听闻，以血抄经最为虔诚，这血是方才儿臣赐制为墨所留。皇兄，别听他狡辩，他突然进宫抄经，定有诡计，他怎会如此好心？我们杀了齐玉，还害死了他的孩子。正因为失去过，所以才知道亲情珍贵。儿臣自小流落民间，无父无母，这次能够重新回宫，就是希望一家人能够重修于好。皇帝哥哥，你别信他！现在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现在就杀了他！拖下去，杖毙！皇兄，杀我很容易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现在杀我，值不值得？拖下去！且慢，且慢。福尔撑住，我来了。陛下，太后，臣方才听闻宫中生乱，特接夫人回府。独孤将军，齐公主受重伤，傅公主嫌疑最大。此事未查明之前，傅公主可能要在宫中多住几日。夫人绝不可能伤害齐公主，臣愿以性命担保。若是陛下不信，臣愿意与西北军30万将士的人头，为静云父担保。独孤将军，这是在威胁皇帝吗？你区区臣子，杀你，如同碾死一只蚂蚁！将军，带他先回去吧。嗯。母后，为何又要打儿臣？我们寇人容易，但从此便与西北军有不死不休之战。有些事还不是时候，账得慢慢算。
他不能死，我的仇还没报。小心！小心！萧瑟而过，一风风。有月光倾洒千里，雨填满荒芜。独孤谋，独孤谋，一世血江湖。福儿，落笔之方才处只剩你为什么替我挡剑？那方才你又为何？我有绿衣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福儿，别怕，我会撑着这条命，为你讨回公道。我说的事先别管了，你先顾好自己。福儿，起初与你相见，确实是权宜之计。我视你为盟友，可是不知何时起，我这双眼，这颗心，竟再也难从你身上分开。独孤谋，福儿，此生我不想你再做我的盟友，我只想你做我的妻子。独孤谋，你睁开眼看着我！独孤谋，独孤谋，剑有毒！快回府！幸好及时回府诊治，将军已无大碍，服上几副药，便可痊愈了。多谢大夫。公主，您照顾将军，末将去取药。好，告辞。福儿，别怕。福儿，此生我不想你再做我的盟友，我只想你做我的妻子。将军，你醒了，我这就去找大夫。不必，不可大动，小心牵动伤口。将军该换药了，我去找薛荣。薛荣他笨手笨脚的，不如福儿你帮我换吧。我本就是粗汉，让公主嫌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算了，没事，我帮你。
将军，画好了。富儿，我何事？是苏丞相来了。丞相来定是有要事相商，我先去看看。将军，那我也先走了。薛荣，去领20军棍。啊，是。公主救命之恩，苏家没齿难忘。若非公主将军相救，婉儿恐遭不测，现已安然回府。即日起，苏家上下愿跟随公主，万死不辞。丞相请起。缙云齐毁容，新帝和太后表面上按下此事，但实则早已起杀心。殿下可有何筹谋啊？左传有言：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后人有待其哀。意思是要先下手。这世间豺狼环伺，若等利爪以至咽喉，再想反击就晚了。真正的智者，在风雨未至时，便已筑高墙。那若遇强敌，该如何应对？殿下可有筹谋？攻心为上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攻城为下。伐谋在攻其根基，伐谋在攻其根基。根基若摇，高墙自倾。先帝登基不过数月，根基未稳，而帝王最重之物，无非3样：权柄、民生、民心。权柄，他此时紧握在手，一时难撼；而这民生与民心嘛，琪儿莫怕，这些污秽之物，皇兄帮你挡。皇兄待我最好了。兄妹乱伦，罔顾礼法，悖逆人伦。这样的故事若在民间传开，恐怕不必我们亲自动手，老百姓一人一句唾沫，也足够将他这个皇帝淹死。公主是说，皇帝与齐公主乱伦，这个传闻是真的？此计虽险，却可动摇地位根本。你要将他与缙云齐的事情散播出去，不需实证，只需流言。这天下老百姓最爱听什么？无非是宫闱秘事、帝王丑闻。若此事在民间传开，那他必然名声扫地。这事要做，就得做得隐蔽，万不可查到源头啊！自然，须借说书人之舌，市井之口，歌谣童谣之传，一层一层不露痕迹。苏丞相，天冷了，丞相保重身体。
不中用了。那既然如此，苏相好好休息，此等小事就劳烦将军了。放心，市井人口我可安排人手，茶楼酒肆说书卖唱，3日之内能让京城半数人口听到想听的故事。是好，是好，那老夫就先告退了。苏丞相还在观望，那是自然。老狐狸嘛，需要看好方向，算清得失，方能下注。救他女儿是情分，押上身家性命是买卖。他现在只是在估价。但是我不会，你是我的盟友，也是我的。我绝对不会临阵倒戈。缙云赋，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，直到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我。富儿，别担心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直到永远。一直在我身边。富儿这是肯接纳我了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那你要一直陪着我。请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你会看着我，叫我的名字。恩师，如今形势已明，傅公主与独孤将军救下小姐，已显实力与胆魄，我等是否该有所动作？是啊，恩师，先帝暴虐，太后狠毒，齐公主疯狂，绝非明主。傅公主既有先帝血脉，又有将军支持，或可一争。静观其变吧。警官，恩师，机不可失啊！这个缙云赋的确机智，够狠，借力打力，祸水东引，就娃儿一事，漂亮。但颠覆皇权，改朝换代，又岂是靠着宫闱斗争的小聪明便能定成的？他现在面对的是盘根错节的朝堂关系，是那天下悠悠众口，是那千百年来的礼法规矩。他现在可是在走钢丝啊！那恩师之意是，看他如何在钢丝上走下去，如何踩出一片实地，看他是否能让我苏家押上全族的性命，博一个从未有过的女帝前程。可我朝从未有过女帝，这……我们要的不是女帝，我们要的是推翻这个由疯子把持的朝政。只要他缙云赋有这个本事，把天捅破了再给补上，推他上去，又如何呢？只见那95之尊将娇滴滴的公主妹妹搂入怀中，耳鬓厮磨，温言软语，真是有违伦常，有伤风化呀！哎呀，还有这种事儿啊！还有这种事儿呢？你说这种人啊！哎呦，真的是！哎呀，哎，听说了吗？啊，宫里那位和自己的亲妹子呀不清不楚，真的假的？这是要遭天谴的呀！是啊，无风不起浪。听人说啊，发现皇帝的时候，腰间还缠着一公主的赤色鸳鸯肚兜呢。咦，好嘞，
您慢走。宫墙高哟，锁春色，皇帝老子爱妹妹呀！公主，奴婢今日去上宫举领份礼，听到好些人在议论说您和皇上。说什么？说您与皇上行为不检，又被人伦，事情间都传遍了，还有童谣。谁在造谣？是谁在污蔑本宫和皇兄？是你们这个贱婢嚼舌根！来人，拖出去，把他们俩车裂！公主饶命啊！公主，让所有人看看乱说话是什么下场！锦云夫，一定是你害本宫毁容！现在又敢毁我名声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混账，竟敢议论朕和琪儿！查，给朕彻查，所有议论者杀无赦！皇兄，外面那些人，他们说的可难听了，都说我是祸水，说我们俩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琪儿莫怕，朕这就让那些嚼舌根的人付出代价。皇帝，母后，皇儿不可，谣言止于智者，你越是镇压，百姓越是相信，此时杀人会激化民怒。母后，那你就任由他们污蔑我和皇兄吗？那些贱民死不足惜！闭嘴！闭嘴！母后，朕乃一国之君，若连几个庶民都治不了，又何以御祖天下？传旨，即日起，凡再议论宫闱之事者，即刻当街斩杀，以儆效尤！你荒唐！你荒唐啊！你让开！让开！奉命捉拿造谣惑众者，闲杂人等退散。天子脚下竟如此荒唐！听说今日西市斩了3个人，只说了句宫墙不敬。哎呀，妄议朝政，诽谤君上，拿下！我等何罪之有？放开！我等有功名在身。走！这世道要乱了！今日已斩杀7人，抓捕30余人，百姓怨声载道，但敢怒不敢言。他果然沉不住气。明日苏巷门生将会上奏请见，让他们去。皇帝若听，暂缓暴政，则民生稍安；若不听，甚至杀言官，那便是自绝于朝堂。你料定他会选后者？一个可谓私情杀忠良，可谓面子图百姓的人，早已封我。你我2人只需再添一把火，让市井童谣都再变一遍。不只要说皇帝兄妹乱伦，还要说皇上为演丑事，滥杀百姓，天降异象，灾星临世。天降异象3日后，京郊会有一陨石坠地，上面刻着“帝师得天罚之，
你去安排。好计呀，民心、民意皆指向他。这只是刚开始，我要让他孤立无援，众叛亲离。陛下，近日京城抓捕议论者甚众，百姓惶惶，形态血染。臣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滥杀非但止不住流言，反会尽失民心。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释放无辜，停止抓捕。陛下，顾大人所言极是。陛下初登大宝，当以仁德治天下，今以流言而兴大狱，恐伤国本，寒忠臣之心啊！顾卿、张卿是在教朕如何做皇帝是吗？臣不敢，臣乃肺腑之言，为陛下江山社稷。陛下明鉴，臣等忠心，天地可表。即日起，凡再有一此事者，都以结党乱政论处。来人，将此二人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三思啊！顾张二人乃朝廷栋梁啊！陛下，言者无罪，勿杀，谏臣呐！退朝！他疯了，连言官也敢杀。娘娘，陛下近来与启公主形影不离，昨夜有宫人瞧见，公主宿在陛下寝宫。什么？奴婢不敢妄言，但宫中早已有人议论，迟迟不敢说。摆驾，去皇帝请供。是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母后怎么来了？也不知道叫人通传一声。朕已经决定立其儿为后。你说什么？她是先帝亲封的公主，你这样做，皇室的脸面何在？章法何在啊？母后年纪大了，就回去歇着，朕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。皇帝，如果你执意要立她为后，哀家今天就撞死在这殿上，绝不让你们悖逆乱伦，坏了皇家的颜面。娘娘，娘娘不可！母后若想死，朕也不拦着，但立其儿为后之事，朕意已决。让我劝劝母后吧，毕竟我也想得到母后的祝福。太后娘娘，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伺候你、讨好你？这些年我在你面前伏低作小，不过是因为你掌着后宫的大权，我不得不依附于你罢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刻薄寡恩，控制欲极强，我早就受够。如今皇兄他疼我、宠我，答应立我为后，哼，我再也不用看着你的脸色过日子。哀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竟然养出了一个白眼狼！
我竟然养出一个白眼狼！养我？你养我不就是为了让我帮你顾宠，帮你控制住皇兄吗？你何曾真心待过我？如今，皇兄的心里只有我，你也该退场了。好，你们一个是疯的，一个是毒的。我看这江山迟早毁在你们手上。人老了，该颐养天年了。回头我跟皇兄说说，让他送母后出宫养老。我宠爱了18年的女儿，竟如此对我，报应，真是报应啊！母后，报应啊！母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儿臣听闻皇兄近日所为，心中不安，本想劝谏，却见顾张二位大人因直言下狱。母后，本朝自立朝以来，可从未有杀言官之君呢。皇儿已经不是从前的皇儿了，他为了缙云旗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母后，儿臣虽与皇兄接触不多，但是却还记得父皇执政时民间常流传他的话：为君者，当纳谏如流，爱民如子。可皇兄如今滥杀百姓，拒谏诸臣，朝堂人心惶惶，民间亦怨声载道，长此以往，恐生大乱。贱婢！贱婢！凭你也敢议论皇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是在挑拨离间皇儿与哀家的情感，你恨我们所有人，对不对？比起恨，儿臣更怕这江山颠覆，生灵涂炭。儿臣今日进宫，一是为劝谏，二是想让母后尝尝儿臣亲手做的这芙蓉糕。这糕点，母后与儿臣都爱吃。这闻着味道，确实不错，你有心了。可是哀家不在乎。苏丞相要见你。看来这位太后的防备心还是那么重。走吧。26位官员称病不朝，时机正好啊。他们现在缺的是实际与希望。咱们以出门游玩为由，亲赴灾区，收拢民心。长江汛期将至，朝廷必定会应对不利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嗯。
另有一事，传言新帝并非先帝血脉，遗诏就在太后手里，立为皇太女。太后，皇帝现在和太后是离心的状态。回来后，可多进宫，查探太后的消息。启禀公主将军，去年堤坝修缮时就偷工减料，如今已经撑不下去了。记录具体的位置，还有所需要的物料、人工。3日之内，我要看到具体的修缮方案和预算。将军，物料若从官仓调用，必定会被皇帝察觉。不走官仓，以北方商团收入货站为由，分别从3个不同的商会分批采购木材和石料，运输走曹帮的私船。但这么大的动静，地方官那边……这几个州府的知府哪一个干净啊？把他们的账本送到他们桌上，告诉他们，要么配合，要么下狱。是。公主、将军，非是我等不相信你们2位，但囤积如此巨量的粮食，一旦被朝廷发现，这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啊！是啊，去年江北旱灾，你们哄抬粮价3倍，这赚的银子够杀几次头？签了他，按市价平价出粮。你们3个人可优先获得未来3年漕运优先权，关税减半。如果不签，这些账本明日早朝就会出现在御史桌上。我们需要保障，万一灾后您不认账，我以皇家的名义承诺。听说你是刚从民间找回的公主，并不受宠，身份还不如我等，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我岳父可是刑部侍郎，你敢杀我？我14岁于3军中斩敌将首级，那时候你的岳父区区是一个9品小官，区区侍郎，敢在本将军与公主面前放肆，不知死。不受宠的公主也是公主，皇室血脉不容欺辱，请各位放心，我自然不会让各位吃亏。只要你们签了这契约，灾期严控粮价，不发国难财者，我答应你们3年减税，且予你们3家漕运优先职权，如何？签。慢。商镇本是一家，何必因小事伤了和气？减税5年，好生休养。多谢公主。对不住，你伤还没好，这次又让你出来操劳。一点小事，算不得什么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江南吧？你也看到了，那些人光靠利益是说服不了的，还是需要上些手段的。虽然他们已经签订了契约，
可我仍然担心三大粮商暗度陈仓。粮食物配的调配、储存、运输，都需要绝对的可靠力量和渠道，避免被黑心商和地方官员中途截流倒卖。我军中后勤体系及部分亲信将领，可暗中负责关键的物流运输和守护。将军所言正是关键。武力不光在于战场，更在于保障秩序与安全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招募民夫，组织医者，以工代赈，修缮水利，清理河道，让百姓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活干，灾后还有农田可种，才能有盼头。此次大善，若是成了，殿下与百姓来说是救命菩萨，于商是守信盟友，于那些尚有良知的官员，则是实干民主之子，民心所向。皆为父儿所用。你这伤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好？新伤旧患。将军，太后下旨让公主速速回京。将军，将军，太后下旨让公主速速回京。将军新伤未愈，快去请大夫。不用了。啊？那将军的伤不是早就好了吗？这日前还舞剑了2个时辰。看来将军不光武艺高强，还是天生做幽灵的材料。薛柔，去领30军棍。啊！还有，安排宫中的暗线，保护好傅公主，千万不能有事。快！是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听说你去江南了？正是，儿臣与将军去江南游玩，不巧正逢水患，所以儿臣与将军略尽绵力，想着替母后和陛下祈福。抬起头来。剑云父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啥。去江南劫水患施粥，抢你哥哥的风头，就你这点小心思，赞名望收民心，还敢在本太后面前耍！母后息怒，儿臣不敢。况且江南水患关乎于百姓性命，儿臣只是想着，作为皇室子孙，理应为陛下分忧。分忧？你刚刚回宫，在宫里的地位都没站稳，把手伸到江南去了。剑云父，你这点心思，倒比你那个死去的爹活了不少啊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用心，哀家就成全你。去佛堂跪着抄《金刚经》30遍，抄不完不许出门。对了，不是用墨，是用你的血。儿臣遵旨。哀家要让你明白，在这个宫里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哀家能让你活，也能让你活得生不如死。滚！
将军，宫中传来密信。殿下江南之行，民心大振，此乃天时。然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臣探得先帝遗诏，藏于太后寝宫，关乎国本。殿下今日即在宫中侍候，当寻机取之。此诏一出，大义在握，乾坤可定。太后寝宫守卫森严，暗装密布，他一个人去独寻密诏，无疑是自投罗网。苏相此举恐怕是存了二心，若殿下能得手，自然是最好。可若殿下失手被擒，甚至……苏相也可借新帝血脉不正之名，另立宗室，一石二鸟。老狐狸，他竟然敢拿静云父的命去换他的前程！立刻备马，我要进宫。将军不可！此时宫门已闭，若无诏入宫，形同谋逆啊！这况且我们……将军，市井刚传出童谣，说傅公主虽身为女子，却似人君，还骂新帝昏庸乱伦。新帝在御书房勃然大怒，砸了玉玺，还说要杀了傅公主泄愤。他敢！传令下去，玄甲营即刻秘密集结，前夫宫里3里外，没有我的受命，绝不能妄动。但若宫内传出烟火为信号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攻入长寿宫。将军，围攻可是灭族大罪啊！若是他死了，我独孤家100年清誉有何用？太后去御花园散心了，说心口闷，要半个时辰才回来。苏相说遗诏就在这暗阁里，有了遗诏，我看你还怎么坐稳皇位。母亲，那贱人如今在何处？皇帝，注意你的仪态，妇儿正在佛堂抄经呢。母后，您还不知道吧？现在满京城都说他静云父才是真龙天子，说皇勋是个只会乱伦的昏君。他既在宫中，便是天意。儿臣已命人封锁了所有的宫门，就连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出去。母后，他不死，我睡不着啊。罢了，哀家累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是独孤墓安装的紧急信号。
殿下，快走！新帝已调黑旗军围攻，要杀您。殿下，快走！新帝已调黑旗军围攻，要杀您。说要清剿祸乱宫闱的妖女。将军命您立刻随我从密道出宫，玄甲营已在城外接应。不可！将军围攻救我，必成乱臣贼子。独孤家百年钟鸣将毁于我手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去告诉独孤某做一件事，逼青天剑总管自缢谢罪，死前留书，承认当年受李贵妃指使诬陷。我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，我要搏一次，我要搏太后对我的愧疚之情，与皇帝离席。殿下，将军已调兵围攻，说要强闯救您。告诉将军千万不可，若他为我背负叛臣之名，我纵死也不瞑目。快去！那边喊着，走，快！我自有藏身之处。你告诉将军，等他送到信后，在宫外等我的信号。快去！传令下去，玄甲军继续出营等待。若是此时他还没有出宫，我要亲手砸开这宫门。是。将军问，你是今日自缢留个全尸，还是明日凌迟拉上你的九族陪葬？姐姐，你在哪儿呢？姐姐，别躲了！姐姐，快出来吧！快出来，让妹妹好好疼疼你。太后，青天剑总管自缢，死前命人10万火急递上手书。什么灾星，八姓的，什么克死所有人，这都是李贵妃与我争宠的手段。18年，我竟误会妇儿18年，我还害死了他的孩子。叶云父，琪儿看上你的驸马，你劝他让他从了琪儿，也少受些皮肉之苦。静云父虽是公主，她生长在野外，无权无势的，死了也无所谓。贱婢，就凭你也敢议论皇帝？错了，全错了！宋妈妈，快去救妇儿！快去救妇儿！找到了，姐姐，你还真会躲呢。静云父，你妖言惑众，觊觎皇位，按律当斩。朕今日要亲手送你上路。哎，皇兄，这么死太便宜他了。拿盐水鞭来，让我亲自教教姐姐什么叫规矩。我要忍耐，希望太后看到青天剑手术，还有一丝母爱和人性。现在唯有她能救我。太后驾到！母后，皇帝，琪儿，你们先出去。母后，此女出去。母后，皇兄他才是你的儿子，你怎么能为了这个贱人这么跟皇？哀家是太后，跟自己的儿子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皇帝，不要忘了，
你是怎么坐上这把龙椅的？你初登基业，就不打算听哀家的教诲了吗？还有多久到子时？1刻钟。被火把。若是见不到他，我要让这皇城尸山血海。是。恩师，宫里传来消息，独孤谋已调玄甲军潜伏于宫外，恐怕今夜就要动手。新皇暴虐，太后摇摆不定。若独孤谋当真闯宫，便是谋逆大罪，届时朝堂必定大乱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乱点好啊！独孤谋若是闯宫，便是逼宫造反。新帝一死，他便背上了弑君的罪名，天下共诛之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便可联合宗室，另立新君。这朝堂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恩师高明啊！那我们等宫里的消息，等独孤谋自寻死路。疼吗？母后为何救我？我去看了青天剑的认过术，当年母后错信了谗言，害了齐玉，也害了你们的孩子。福儿，是母后对不起你，母后答应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一分一毫了。是母后错了。走，跟母后回家。将军，子时将至，是否？将军，副公主已脱险，太后护着她，公主让您撤军。传令，玄甲营撤兵。将军，若是陷阱，我说撤便撤，回府。回府。福儿，你还恨我吗？母后，儿臣怎么敢？以后母后陪着你，母后守着你。福儿，娘错了，福儿，娘错了呀！哼，现在说错又有何用？齐玉和孩子不会再回来了。哼！公主命属下交给将军。
告诉他，万事俱备，只待东风。是。富儿，这对步摇是我结婚时母亲送给我的步摇，母后现在送给你。多谢母后。这是母后亲手做的点心，你尝尝。你有心了。可是哀家不在乎。儿臣不饿。好，那便放着，等你饿了再吃。哎，富儿，怎么了？朕一直有一个心腹大患，就是杀了缙云妇。愿意为了我杀自己的亲妹妹？并非如此，只因为朕并非是先皇所亲生，朕是母后与他人私通所生，缙云妇才是先帝唯一的血脉。那就杀了他，连母后一起杀，管他什么血脉。母后如今还护着他，那就让他们俩一起死。是想让母后尝尝儿臣亲手做的这芙蓉糕，这糕点，母后与儿臣都爱吃。可是哀家不在乎。富儿，母后这一生机关算尽，唯独亏欠你，一成毕生罪愆。我不愿宽恕，只愿竭尽所有，如此残生。愿你心头哪怕有一丝暖意啊！这身影怎么好像琪儿？我亲手做的芙蓉糕，你小时候啊，来，快尝尝，合不合口味？齐玉说，他最喜欢吃我做的芙蓉糕，材料要磨得很细，糖要放得刚刚好，不能太甜。富儿，儿臣想出去走走。
怎么有毒？母后，这糕点都经过谁手？这一直是我亲手做的呀。菊儿出现过，不可能是他。除了他和金云记想置我于死地之外，还能有谁？只是这次他不光想杀了我，还有母后您。亲手养的好儿子，好女儿。你们先下去，你们先下去。先帝果然是留了后手。将军，你果真要将这一切压在一个女子身上？丞相口中的女子，是先帝钦定的血脉，是能在江南治水与宫中周旋，从太后身边拿出遗诏的人。我见过她跪在雪地里求一个公道的样子，也见过她将发簪抵在喉间谈交易的样子。我更见过她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苏婉儿孤身勇闯虎穴的样子。将军与他似乎不只是盟友之谊。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天下若是需要明主，他比任何人都合适。明日早朝是该让某些人现原形了。既如此，老夫愿陪将军赌上这一局。敢问，事成之后，女帝临朝，将军是打算做摄政王，还是……我要做他的剑。剑不需要位置，只需要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鞘。好，那老夫便拭目以待。将军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这太后对傅公主似乎想真心弥补。迟了18年的弥补，不过自我安慰罢了。她的心里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薛荣，你说一个人心里装的都是恨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装别的？这个属下不知，但属下知道，将军心里装的早就不只是盟友了。明日要么共赴山河，要么共赴黄泉。去准备吧，天该亮了。陛下，老臣有疑问，如鲠在喉，不得不发。丞相但说无妨。陛下登基以来，江南水患，您坐视不理；忠臣谏言，您打入天牢；市井童谣，您当街脱路。更有甚者，您与齐公主兄妹之名，行悖论之事，秽乱宫闱，天下哗然。敢问陛下，这样的德行，可配为君？放肆！
朕是天子，朕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指责。若陛下真是天子，臣自然不敢多言。可若这天子之位本就名不正言不顺，独孤谋，你要造反了！请太后当众说个明白。其儿说已毒杀了母后和那贱人，哼，你们只管去请吧。母后，您怎么？我怎么没死？皇帝，不对，我现在应该叫你什么呢？我养了你20年，我辅佐你登基，替你扫平一切障碍，我甚至愧对了我的亲生骨肉。你好样的！哼！诸位大臣，先帝子嗣单薄，唯有一女，便是缙云妇。而龙以上的这位，是我和他人私通所生，她不是先帝的龙脉。胡说！母后，你疯了！朕是先帝亲历。母后老糊涂了，皇兄就是真龙天子。既太后亲政，陛下身份存疑，且德行有亏，乱伦败政，不配为君。臣请废帝，以正朝纲。臣附议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乱臣贼子，御林军将他们通通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你的黑旗军昨夜已被我的人所控制，这宫里宫外，现在我说了算。诸位，苏丞相所言句句属实，我本不愿出来揭此丑事，可自从皇兄登基，滥杀无辜，宠幸奸佞，使百姓如草芥，这样的君主，诸位还愿意跪吗？先帝遗诏在此，立皇女缙云妇为主，继承大统。臣谨遵先帝遗命，誓死效忠皇太女。誓死效忠皇太女。誓死效忠皇太女。缙云妇，你以为你赢了？齐玉死了，你的孩子也死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永远都是孤家寡人。我诅咒你！压下去！你们敢！你们敢！
季云父，你个贱人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们怎么落魄吗？你赢了，你高兴了。这才是真龙天子，谁都夺不走。这2杯酒，敬你们，先敬你，我的好皇兄。若非你纵容纪云起当街强抢，虐杀祁煜，或许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乡野村女，不知仇恨为何物。这杯敬你，我的好妹妹。若非你亲手灌下那杯堕胎药，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化为血水，或许我还对亲情有一丝希望。你们记得在黄泉路上告诉我的丈夫和孩子，仇我替他们报了。你以为祁煜在天之灵会感激你？他喜欢的是那个温柔善良的你，而不是你现在这个沾了满手鲜血、心狠手辣的女魔头。或许你说的对，我早已不是当年的缙云府，而如今的我，是你们亲手造就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做到那个位置，你只会比我更孤独。文武百官表面跪你，但内心里骂你。这天下的男人，有谁会真心臣服一个女子称帝？你这辈子注定众叛亲离，孤寡终生。众叛亲离，我早就经历过了。至于孤寡，至少比起你们2人，我还能选择怎么活。继父，我来继续等你。这风绕过山，枯枝白叶堆满潭。忽见浮草映出一片蓝，似鬼火怕你迷路，燃。我陪你走回去吧。记起十月当年，说好生死都要守在关。如今只剩他们死前望穿秋水也不见说我会孤寡终生，众叛亲离。怕吗？有一点。独孤某，方才我一滴眼泪也没流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成女魔头了？这里没哭，但心里
早已经淹成一片海了。记起十月当年，说好生死都要守在关。总是懂。如今只剩影孤单，望穿秋水也不见君回来。这笔烟烧的人心慌意乱，照不亮苍天，却把相思全烧断，恨不得化作灰烬也。富儿，你回来了，饿不饿？母后给你做了。不必了，夜深了，母后还没睡。我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，就想起你小时候被人送出宫的时候那么小，而且你还在笑。小时候的事，我不记得了。富儿，我知道，我不配让你原谅我，我只是想多看看你，再多为你做点什么。母后知道吗？祁煜生前最喜欢吃我做的芙蓉糕。他说宫里的糕点太甜，而我做的刚刚好。可我现在已经尝不出什么甜味了。母后，有的事不是补偿就能回来的。富儿，我知道，如果我还能再为你做什么，你告诉母后，母后都愿意做。母后什么都不必做，夜深了，歇歇吧。富儿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母后一定好好等你。富儿，富儿。太后该起了。不好了，太医，太医！太后情绪激动，得了中风，看来是好不了了。太后，这样也好。皇太女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然女子称帝，自古未有。臣以为应由3省6部共议朝政，待宗亲议定新君。丞相所言，是当先帝以赵为儿戏吗？女帝临朝，有违祖制，请皇太女三思。请皇太女三思。诸位既不信女子能称帝，那便给本宫3年。3年内，本宫欲减免赋税30%，兴修水利，整顿吏治，富民强兵。若3年后国库仍然空虚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朝政腐败，届时本宫自愿退位，永世不干朝政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，只是这3年内，本宫要绝对的权力，政令所出，不得有违。诸位，可愿与本宫一赌啊？臣誓死追随陛下。老臣拭目以待。
这是你的。多谢皇太女的救命之恩呐！快请起。谢谢你，谢谢。2、3、2、1、2、3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皇太女为了治理江南水患，亲临现场，3天3夜都没合眼了。不止呢，我家今年收成好，多收了3成。我儿在衙门当差，说如今官吏考核严得很，再也不敢欺压百姓。要说咱们这位，那可真是女中尧舜，修水利、减赋税、惩贪官，这3年，百姓的日子可是好过多喽！好啊！皇太女，3年来，国库税入增2成，各州府粮仓充盈，边关无战事，百姓诉讼减半。皇太女励精图治，政通人和，万民归心。臣等愿皇太女登基称帝。恭请陛下登基。齐宇，我走到这里了，你看见我？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你怎么来了？薛荣说，陛下登基之后，每夜批完奏折，都会来此站一会儿。你监视朕？是守着。风大。独孤谋，你说，一个人站在这至高之位，是不是注定会孤独一生？陛下不是一个人，你是臣子，臣也可以是陛下回头就能看到的人。朕已经有过这样的人了。臣也可以做那样的人。夜深了，早些回去歇息吧，明日还有早朝。陛下，独孤将军在员外等待，有边关军务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陛下，北境戎狄屡次冒犯，虽是小股骚扰，但是不可不防。臣请旨，增兵3万，加固边防。富儿，如果不能住进你的心里，那就让我为你守护你的江山。此番前去，你多保重。陛下在宫里，也要保重。臣告退。陛下又失眠了。你不也在这里？你明日就要去北境，虽然狄戎已退，但是边关不能无人镇守。这一去要多久？陛下希望是多久？边关重地，自然需要长期镇守。臣明白了。独孤谋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后悔什么？后悔遇见我。若不遇见，你还是那个手握重兵、无牵无挂的平南大将军，不必卷入这些纷争，也不必。不后悔。遇见陛下之前，独孤谋只是一个会打仗的武夫。遇见陛下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杀戮和权谋，还有人心可护，还有人可守。福儿，你放肆！那臣今日就放肆一次，就今晚，臣就放肆一次，就今晚。臣此去，不知何时才能归来，不知陛下可否偶尔会想起臣？会。那便够了。臣告退。
独孤某，你睁开眼看着我，为静云父担保。独孤某，齐云，我好像要对不起你了。你总说这帝王之路太冷，让我累了就看看这幅画。可如今我看着这画，想的竟然是另一个人。独孤某，你说你会一直在我身后保护我，可如今你却在千里之外。将军，京中来信。将军，您为何不留在京中？这陛下身边总需要人护着。他需要的不是护卫，那需要什么？他需要的是时间，时间去看清自己的内心，时间去明白，有些人活着，有些人死了，而有些人一直在等。我能给他这天下，给他这江山，给他一切想要的，却唯独给不了他忘记。驾！独孤某，朕好像开始想你了。富儿，等着我。半句的应答未写完，千年流转，那灯花又点亮。陛下，北境已稳，臣归来复命。将军辛苦，边关风霜3载，可还安好？托陛下的洪福，将士用命，边境安宁。起来吧。瘦了。陛下议事，早些回去歇息吧，明日早朝再详奏编务。臣遵旨。独孤某，你回来了真好，这一次留在朕身边吧。富儿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